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大家介绍一本足以改变我们思维模式和生活轨迹的奇书《清醒思考的艺术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国著名的非小说作家罗尔夫·多贝里 （Rolf Dobelli）。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，为我们揭示了人类思维中那些常常被忽视的陷阱和误区。多贝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者，他是一位成功的投资人、企业家，同时又对哲学、心理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。这种跨界的背景，使得他的作品既具有严谨的逻辑性，又充满了生动有趣的案例和故事。在《清醒思考的艺术》这本书中，他就像一位智慧的向导，带领我们穿越思维的迷雾，抵达清醒思考的彼岸。那么，这本书究竟有着怎样的关键价值呢？想象一下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有多少次是因为错误的判断、盲目的跟风或者不理性的决策，而错失了机会，造成了损失？又有多少次，我们被自己的情绪、偏见和惯性思维所左右，做出了事后追悔莫及的选择？而清醒思考的艺术就像是一把钥匙，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思维的大门，识别并避开那些隐藏的陷阱，从而做出更加明智、理性的决策。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思维的书，更是一本关于如何更好的生活的指南。它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复杂的世界时，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做出正确的选择，进而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了著名投资家沃伦·巴菲特的一个故事。巴菲特以其卓越的投资眼光和理性决策而闻名于世。然而，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热潮中，他却选择了按兵不动。当时，几乎所有人都被互联网股票的高回报率冲昏了头脑，纷纷投入巨资。然而，巴菲特却清醒地认识到，许多互联网公司并没有实际的盈利模式，其股价的飙升只是市场非理性狂热的结果。他坚持自己的投资原则，不被外界的喧嚣所干扰。最终，互联网泡沫破灭，许多投资者血本无归，而巴菲特却依然稳如泰山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清醒思考是多么的重要。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损失，更可以让我们在机遇来临时做出正确的选择。那么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清醒思考的艺术，去探索那些隐藏在思维深处的奥秘，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清醒思考的人，以确认偏误打破思维的牢笼。首先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确认偏误。确认偏误是指我们倾向于寻找、解释和记忆那些与我们已有的信念相符的信息，而忽视或低估那些与之相悖的信息。这种思维倾向就像是一个无形的牢笼，将我们的思维禁锢在已有的框架之内，使我们难以接受新的观点和证据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确认偏误源于我们内心深处对稳定和确定性的渴望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，而有的信念和观点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安全感和掌控感。当我们遇到与自己信念不符的信息时，会本能地产生一种抵触情绪，因为这会威胁到我们内心的稳定感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在政治领域，人们往往会关注那些支持自己政党立场的新闻和观点，而对反对党的观点视而不见。即使面对同样的事实，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也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解读。这就是确认偏误在作祟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。比如，当我们喜欢某一款产品时，我们会更倾向于关注它的优点，而对它的缺点视而不见。当我们讨厌某个人时，我们更容易相信关于他的负面传闻，而忽略了他的优点。那么，如何克服确认偏误呢？书中提到了一些有效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会主动寻找与自己信念相悖的信息。这需要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强烈的求知欲。例如，在做决策之前，我们可以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收集信息，包括那些我们不太认同的观点和意见。其次，我们要对证据进行严格的评估，而不是仅仅依靠直觉或情感来判断。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，比如这个证据可靠吗？有没有其他的解释？等等。最后，我们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。当我们发现自己的信念与事实不符时，要及时调整自己的观点，而不是固执己见。书中有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，我们就像生活在自己的思维洞穴中，只有打破这个洞穴的墙壁，才能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。确认偏误就是那堵厚厚的墙壁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拿起理性之锤去敲碎它。沉没成本，放下过去，拥抱未来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谈谈沉没成本。沉没成本是指已经付出且无法收回的成本，比如时间、金钱、精力等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很多人都会被沉没成本所困扰，做出一些不理性的决策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沉没成本是不应该影响我们当前决策的因素，因为无论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这些成本都已经无法收回。然而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们往往会因为舍不得已经付出的成本，而继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，从而陷入越陷越深的困境。
比如说，在一段已经出现问题的感情关系中，很多人会因为曾经付出的感情、时间或者金钱，而不愿意放手。他们会告诉自己，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放弃太可惜了，于是他们继续忍受着痛苦和不满，试图挽回这段关系。但是这种做法往往只会让他们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。再比如，在投资领域，一些投资者在股票下跌时，不愿意割肉止损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亏了那么多钱，现在卖出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，于是他们选择继续持有，希望股票能够反弹。然而，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损失。书中指出，要克服沉没成本的影响，我们需要学会及时止损。这意味着我们要放下对过去付出的执念，勇敢地面对现实，做出理性的决策。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，比如如果我还没有付出这么多，我还会继续这样做吗？继续投入下去，我有可能挽回损失吗？等等。书中有一个经典的案例，一家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研发一款新产品，然而在研发过程中，他们发现这款产品的市场前景并不乐观。但是由于已经投入了巨额的研发费用，公司管理层不愿意放弃，于是继续投入更多的资金。最终，这款产品上市后，销量惨淡，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如果他们能够及时认识到沉没成本的存在，并果断地停止研发，那么就可以避免这场灾难。3. 过度自信，警惕盲目乐观。过度自信是指人们对自己的能力、知识或判断力过度高估的一种心理现象。这种现象在生活中非常普遍，它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决策，还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。从心理学上讲，过度自信源于我们内心深处的自我肯定需求。我们都希望自己是优秀的、有能力的，因此我们往往会高估自己的优点和成就，而低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。此外，过度自信还与我们的认知偏差有关。我们倾向于关注那些支持我们观点的信息，而忽视那些与之相反的证据，这也会加剧我们的过度自信。过度自信在很多领域都有体现。在投资领域，过度自信的投资者往往会高估自己的投资能力，做出一些高风险的投资决策。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战胜市场，预测股票的未来走势，但结果却常常是损失惨重。在医疗领域，一些医生可能会因为过度自信，而忽视了患者的症状或检查结果，做出错误的诊断和治疗方案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过度自信也会导致我们做出一些不合理的决策。比如，我们可能会高估自己的能力，承接一些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任务，最终导致失败。书中提到，克服过度自信的关键在于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。我们要学会承认自己的不足，并积极寻求他人的意见和建议。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避免过度自信。1. 寻求反馈，主动向他人请教，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。这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盲点和不足，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。2. 自我反思，定期对自己的决策和行为进行反思，分析其中的成功与失败之处。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，比如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策？如果重来一次，我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吗？等等。3. 学习与成长，不断学习新知识，提升自己的能力。当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有更准确的把握时，就不容易产生过度自信。4. 锚定效应，挣脱思维的枷锁。锚定效应是指人们在做出判断和决策时，会受到最初获得的信息锚点的强烈影响。这种效应在生活中无处不在，它常常导致我们做出不理性的决策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锚定效应是由于我们的认知系统倾向于寻找捷径，而最初的锚点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快速的参考框架。当我们面对一个复杂的问题时，我们的大脑会试图寻找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，而锚点就成为了一个方便的参照物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在购物时，商家经常会使用锚定效应来影响我们的购买决策。比如，一件商品的原价是1000元，现在打折后售价为800元。我们看到这个价格后，会觉得它很便宜，因为我们的思维被最初的1000元锚点所影响。实际上，800元可能并不是一个合理的价格，但我们却因为锚定效应而做出了不理性的决策。再比如，在谈判中，锚定效应也会发挥重要作用。如果一方先提出一个较高的报价，那么另一方在谈判过程中就会受到这个报价的影响，很难再提出一个较低的报价，因为他们的思维已经被最初的锚点所束缚。书中指出，要避免锚定效应的影响，我们需要保持警惕，并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。我们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。1. 寻找多个锚点，不要仅仅依赖于一个锚点，而是要寻找多个不同的信息源。例如，在购物时，我们可以多比较几家商店的价格，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商家的标价。2. 质疑锚点，对于任何初始信息，我们都要保持质疑的态度。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，比如这个信息可靠吗？有没有其他的解释？等等。3. 调整思维框架，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。例如，在谈判中，
我们可以尝试从对方的角度出发，提出一个合理的报价，而不是被对方的锚点所影响。5. 禀赋效应，珍惜拥有，理性决策。禀赋效应是指人们对自己拥有的物品或资产的价值，往往会高估的一种心理现象。这种效应在生活中非常普遍，它会导致我们做出一些不理性的决策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禀赋效应源于我们内心深处对损失的厌恶。我们都害怕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东西，因此我们会倾向于高估它们的价值。此外，禀赋效应还与我们的情感依附有关。当我们拥有某件物品时，我们会对其产生情感依附，这也会导致我们高估它的价值。例如，在二手市场上，卖家往往会对自己的物品开出较高的价格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拥有的物品比实际价值更高，而买家则会对同样的物品出价较低，因为他们没有情感依附，能够更客观地评估物品的价值。再比如，在投资领域，禀赋效应也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。一些投资者在持有某只股票时，会因为禀赋效应而高估其价值，不愿意卖出，即使股票的价格已经超出了其合理范围。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损失。书中指出，要克服禀赋效应的影响，我们需要学会理性地评估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价值。我们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。1. 换位思考，尝试从别人的角度出发，评估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价值。例如，在出售物品时，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个买家，问自己我愿意花多少钱买这样一件东西。2. 寻求客观意见，向他人请教，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，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客观地评估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价值。3. 关注长期价值，不要仅仅局限于当前的价值，而是要考虑其长期价值。例如，在投资决策中，我们不仅要关注股票的当前价格，还要考虑其未来的发展前景。6. 群体智慧与群体疯狂，理性看待群体行为。在书中，多贝尼还探讨了群体行为对个人思维的影响。他指出，群体智慧和群体疯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。群体智慧是指当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时，他们能够利用各自的知识和经验，做出比个人单独决策更明智的决策。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有体现，例如，在科学研究中，团队合作往往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果。在企业管理中，集体决策可以避免个人决策的局限性。然而，群体疯狂也是真实存在的。当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时，他们的情绪和行为往往会相互影响，从而导致一些不理性的行为。例如，在金融市场中，股市的暴涨暴跌往往是由于投资者群体的疯狂行为所导致的。书中提到，要理性看待群体行为，我们需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。我们不能盲目地追随群体的意见，而是要学会分析问题，并做出自己的判断。以下是一些建议。1. 质疑群体意见。对于任何群体意见，我们都要保持质疑的态度。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，比如群体的意见一定是对的吗？有没有其他的解释？等等。2. 寻找不同的观点。在做出决策之前，我们要尽量寻找不同的观点和意见，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问题，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3. 关注事实和数据。在面对群体压力时，我们要坚持关注事实和数据，而不是被情绪和偏见所左右。7. 忽视概率，警惕直觉的误导。忽视概率是指人们在做决策时，往往会忽视概率信息，而依赖于直觉或经验进行判断。这种现象在生活中非常普遍，它会导致我们做出一些不理性的决策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忽视概率是由于我们的认知系统倾向于简化问题，而概率信息往往比较复杂，需要我们进行复杂的计算和分析。此外，我们的直觉和经验也常常会误导我们。例如，在赌博中，人们往往会高估自己的中奖概率，因为他们受到直觉和情感的驱使，而忽视了概率的实际情况。书中指出，要克服忽视概率的影响，我们需要学会理性的评估概率信息。我们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。1. 学习概率知识，而了解基本的概率概念和计算方法，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概率信息，并做出更准确的判断。2. 关注长期趋势，不要仅仅局限于当前的概率信息，而是要考虑其长期趋势。例如，在投资决策中，我们不仅要关注股票当前的涨跌概率，还要考虑其长期的收益预期。3. 避免过度依赖直觉。在做决策时，我们要尽量避免过度依赖直觉，而是要理性地分析概率信息。通过对清醒思考的艺术的深入探讨，我们已经了解到许多关于如何清醒思考的宝贵知识。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为我们揭示了思维中的陷阱和误区，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思维工具和方法。它就像是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，让我们在面对复杂的世界时，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做出明智的决策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将书中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呢？首先，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强烈的求知欲。我们要勇于挑战自己的思维惯性，不断地学习和成长。
其次，我们要学会反思和总结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要对自己的决策和行为进行反思，分析其中的成功与失败之处，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。最后，我们要勇于实践，不要害怕犯错，要敢于尝试新的方法和策略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激励大家：清醒思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但它却是我们走向成功的关键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成为一个清醒思考的人，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。愿我们都能在清醒思考的艺术的指引下，开启智慧人生。谢谢大家。